第六课，彼此变了，还能回得去吗？你根本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我爱上的人了。春伟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刀，插进了淑婷的胸口。他本想开口反驳，却发现他其实也这么想。他呢？他也不是了。他不再是那个为他熬夜做生日影片，在雨中等他下班的小男孩了。现在的他只知道滑手机、抱怨工作、跟他吵家务，而他也从当年的甜笑女友变成一个永远疲惫、常常唠叨的妈妈与妻子。他突然想问自己一句话：如果我们现在才刚认识，我们还会选择彼此吗？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总说不管以后怎样，我都会爱你。但结婚10年后，我们可能会说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不是谁背叛、谁出轨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真的都变了，变得更累、更现实，也更容易失望。他不再每天打电话说想你，而是问今天买菜了没？他不再常常笑嘻嘻，而是说你孩子功课你帮忙检查一下行不行？曾经说好要一起看遍世界风景，结果现在连周末出门都懒得计划。曾经说过有你就够，后来却变成你到底能不能成熟一点？很多破裂的婚姻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而是在日常中慢慢走散了。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婚姻中最常见的彼此变了的3大陷阱。1. 角色错置，爱人变队友，队友变对手。结婚初期彼此是爱侣，是挚友，是一同做梦的人，后来有了孩子，压力、房贷、考试、长辈，渐渐成了合作养家生计的队友，但在疲累与误会中又转成了彼此指责的对手。一个说我忙到死，你怎么还在滑手机？另一个反击，你以为我工作不累，我压力你知道吗？原本是携手的人，现在变成互相指责彼此不够努力、不够体贴、不够像以前。2. 期待错位，对方没变坏，只是变成你不认识的样子。小雅总觉得老公越来越不浪漫，吃饭没惊喜，生日没花，连爱你都说得干巴巴。但其实老公心里想的是，我加班、存钱、换车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这还不够吗？而他也觉得老婆变了，以前总是鼓励他、欣赏他，现在不是挑错，就是催还贷款。他想，我们不是说好一起扛的吗？怎么现在是我一个人累？不是彼此不爱了，是彼此不再懂对方的语言了。3. 时间错位，我们都忙着努力，却忘了经营彼此。婚姻里最讽刺的事就是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养孩子、赚钱、照顾双方父母，却没花时间照顾我们。很多夫妻最后发现，他们并不是不爱对方，而是忘记怎么爱对方。志强与小云结婚15年，有2个孩子，2人没有大吵，也没有外遇，但就是越来越陌生。直到有一天，小云在孩子学校举办的活动上，看见志强帮别人老婆拍照，笑得像个阳光大男孩。那一刻他惊觉，原来他还会笑得那么轻松啊！在家里，他的表情从来不是这样的。他不禁问自己，是我让他变这样的吗？还是他只是对我不再有那样的情绪？他回家后照镜子，看见自己穿着宽松睡衣，脸色蜡黄，头发随便扎起来。
他突然也明白，他也不是当年那个让他心动的女孩了，但他也不是想要变这样，而是生活一点一滴地磨掉了那些柔软和浪漫。彼此变了，婚姻就真的没救了吗？这里要告诉你一个令人松口气的真理，不是每段婚姻的问题都需要回到从前，而是学会走向新的关系。我们常幻想回到恋爱那时候多好，但事实上，过去的你们有过去的浪漫，而现在的你们也可以有成熟、安心、彼此扶持的爱。夫妻变了，其实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都比以前更懂事了，我们都经历过现实的撞击了。我们也许没以前热，但可以更深。问题不在于你们变了，而是你们没有一起谈论变了什么。婚姻重建不是要求对方变回从前，而是我愿不愿意重新认识现在的你，我愿不愿意也让你重新认识现在的我。这需要沟通，也需要谦卑。当你说你怎么变这样之前，先问自己，他变了，我有在倾听吗？当你觉得对方不再懂你，先问自己，我有告诉他我现在的感受吗？很多夫妻不是无法回去，而是从来没有好好谈过彼此的改变。重建婚姻的3个行动关键，观念层面不是练习。1、接受变是正常的，而不是婚姻的错误讯号。婚姻中变化是必然的，不变才奇怪。只要你们还愿意了解彼此，就还有机会。2、把你变了变成我们一起变的开始。与其指责对方变了，不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谈谈怎么一起面对这些变化吗？3、给彼此重新认识的空间。重新约会，重新对话，不是为了重回过去，而是为了打造一个更新版本的我们。结语，从此变了，不代表回不去了，只是回去的方法不再是回忆，而是重新开始。